音乐开风大情歌。研究一下这个字怎么用。我用。你还要打免责声明呢。有啊，我已经开直播了。嗨嗨嗨，Frank，嗨嗨，很快哦，很早哦。今天还在研究怎么设定文字，好兴奋哦！明天台股要开赌了，确定呢？明天应该是红盘呐，应该红盘呐。明天不用担心哦。我在研究怎么用那个跑马灯，在研究怎么用跑马灯，不然每次我就要一直在那个聊天室打字。啊，有空再研究一下，快研究一下。不抢高了，但记忆体有给机会，应该会补。哦，这个过年刚好跟我哥，然后去逛个街，就逛到原价屋啊，哇，真的不得了。那个员工说，那个记忆体真的是疯涨啊，要求贵。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原价屋，线上估价。大家如果有自己电脑，有在组电脑，应该都知道这边可以看一下这个记忆体啊，我就看一下。我哥是配这个微刚2条吧，微刚2条的，然后16 DDR5 16乘2吧，忘记了。反正配下来超贵，忘记了。你看美光单条32GB DDR5，这个10499啊，恐不恐怖？忘记我哥配哪一条了，好像是这里，好像这边
16双通啦，16G 乘2哦，一里又要1万多了。然后那个什么，那个店员说，这个从2025 9月开始涨，已经涨了4倍了，真的恶心记忆体，显卡的记忆体也在涨，HDD SSD 也在涨，对，HDD SSD 好像也涨了3成左右了，所以这个电脑不能随便坏了没有，现在要组电脑要赶紧的不然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要组电脑，赶紧的。我明天要买 NU 100股，那每股随时都能买啊，对不对？你这礼拜就该买。看一下 MU，看一下 MU，MU 真的MU to the moon 有没有又弹上来？有没有？稳的，这里稳妥妥的，这里就该补了，星辰狂人这边补，这里也可以补一个，对不对？这边都该补了，没补的这个就是看不起刘德一成本价啊，还标在这里啊，337。随身碟也在涨，下次煮要等28年后了，没有，现在真的要煮，赶快煮啦，没骗你哦。然后反正好像去台北的那个三创吧，那附近好像可以煮电脑的。然后有去那个严家屋那家叫什么？新华还是新什么？忘记了。反正煮电脑，新什么？好像这个新吧。新雅科技，新雅科技现在有一些优惠啊，它这个有一些促销的，大家赶快要组电脑的赶紧的哈，你没有要组的那个 RAM 也买一买哈，对不对？NU 反正我是看500以上，哈哈。我问你，MU 为什么会涨？还用说为什么会涨吗？这个资料中心就是那个记忆体完全不够啊，那个整个订单都被敲满了，为什么会涨？量化分数第1名，有没有看影片？影片应该都讲了吧？等一下，这不要按掉好了。影片确实，我现在上的是有点慢，但是也很努力在剪，的。哪一支？这支不就讲了吗？这2026策略这个就讲了啊。这个影片有没有看？涨200%反而更便宜。2026为什么把1半之一要在这10档？去看它的量化分数，对不对？到现在只有估值掉下来了，变成第2名的了，变成第2名的公司了。那第1名是谁？谁敢抢 MU 第1名的位置呢 ？OK，SanDisk 一样是记忆体。只是 SanDisk 为什么没买？为什么我没有选到 SanDisk？因为它好像在 Thinking Alpha 里面的那个什么，这个分数最近才刚出来而已，才刚被评估出来而已，所以呢前面都是没被评估出来的。所以那时候我是只选 Thinking Alpha 里面有量化分数的，所以 SanDisk 就给它逃过一劫了啊。有点想买群联，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群联是不是？这个 ANN 啊，望红能吗？等一下，我现在是想先放个字卡，研究一下怎么放字卡。我们直播通常是9点才开始，前面是跟你们打地赛的，但我不知道这个字卡为什么我放上去，它都是那个什么123，有123正常的那我再测试一下，我打中文看看。想问，你看想问股票，直接变成框框这个字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才不太会用。哎呀，这个没有支援这个字型，有一些可以支援的字型我查一下，大家等我用一下这个文字。好像找到了哦。他说这个可以是不是？好像是这个哦。这个能用吗？我试一下。不能用了。好啦，有空再研究这个怎么用好了。想买群联是不是？那看一下群联，
群联是不是？看一下，我们先看线型好了。哦，群联这个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这个呢刚好要进入修正了哦，刚好要进入修正了，不建议这个地方买。哦，看到这里呢，这个跌破20A，对不对？很明显吧，跌破20A， 20A 抵扣价在哪里？在这里，看到吗？20A 抵扣价在这里，画的有点丑。这个白色这个虚线看得到吧？需要放大吗？啊，白色这个虚线看得到吧？这里，这里是抵扣价。那抵扣价我要往哪边走？我要往上走啦，对不对？然后现价呢？现价跌破20A，在那边跌破，变成黄色这个就是跌破了，跌破20A。那抵扣价往上走，那现价往下走，现价低于抵扣价会怎么样？20A 会变成20A 这条均线呢？会变成压力，然后这个斜率会变成往右下方运行。所以它现在这个状况呢，就是会在这个地方开始整理了，正常的开始整理了。所以这个线型呢，尽量就是等它重新上穿这个20A 的时候，这里整一阵，重新上穿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再买，这个时候再买，不然你现在买进去也只是在那边给它整理而已。好，那看一下那个好吧，看一下群联的，看一下群联的那个什么8299的财报。今天刚好在拍财报的那个影片，拍好了，但要花时间剪。近4季群联吗？营业收入，看一下哦，605、621、589、562、582、624，从这里开始，近3年加这一年的近3季啊，是有成长，还可以。那看毛利率稳定吗？30.9、29.9、31.7、32，毛利率的趋势呢都在30附近，但以前这个还蛮高的，有到34、30，毛利不太稳。营业利益率6.4、6.51、6.12、5.9还可以啊，营业利益近3季是可以。群联看财报的话，近3季还不错。然后每股盈余呢，从以前比较高，现在跳下面，然后跳下面，然后再往上升，所以算一个由原本没成长，现在又变成开始有一点成长力出来了。看一下现金流量表，现金流量表一样看一个近4季营运现金流量，这边开始转正，所以是可以的，看一下投资的，投资也是转正，怪怪的哦，采用权益法之投资，他这个赚到这个钱，是不是不是自己本业赚到的？要研究一下。他的投资应该是有赚钱的，业外损益也不多啊，但他应该有投资其他公司，然后有拿到钱啊。以这个现金流量表这个栏呢，这可以看得出来，投资这个投资是负的，正常。看错，应该是看这个近4季，对吧？他投资这也是正的，营业活动是正的是好的，但投资活动现金流量看起来正的是因为采权益法，所以他可能有把某一些股票卖掉啊，卖掉那个钱有进来，然后融资活动怎么钱花在哪里呢？看一下有发股利吗？有，大部分都拿来发股利，股利算稳定的发放，公司债也发行有发债哦。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群联财报看起来还可以，但是现行的话就是再等一下，看一下这个现行，就等重新上算的时候再说。好，那个 ANNR 8862，他问的是旺宏多少？旺宏，先看一下现行，涨停，怎么会涨停？哇，这个是有点猛啊，但你说这个追得上吗？如果安全一点的话呢，是尽量等它这样碰到20A，
啊，重新上窜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买会比较好。直接追也没有说不行哦，直接追就是你勇一点的话，就直接追。但我建议，如果打个稳的话，就是分2个部位嘛。假如你要买2张好了，那1张就先打，1张就等，对不对？1张打，然后1张等回撤20A，这样你心里比较好受。哎，万红很强哎，万红做什么的？看一下万红，看一下万红。哎，不太对哎，万红怎么啦？怎么在亏钱呢？营业利益是负的哦，营业利益是负的哦，不建议买哦，不建议买哦。2337万红嘛，你看收入的话是253、257、258、262、266、270，成长的是非常的慢，但是营业利益都是负的，这家公司的本业还在亏钱，还没赚钱。那看一下它是在哪个环节出了一点问题，毛利在掉哎，你看它以前是25，对，毛利率是25%，这边23.6、23、19.4、14.9，越掉越低，所以它这剩40块了。那40块再扣掉一些推广盐，加起来多少钱？加起来90块哦，最后扣一扣是-50，所以这个万红是亏的哦。不建议，本业没赚钱，我觉得我都不用看下去。你看 EPS 是负的，万红为什么会涨？有鬼，有鬼，这是有鬼啊！不建议买，不建议买。OK，还有要问的吗？还要问股票的吗？我想放一个跑马灯在这里，就是要问股票都可以问，然后那个跑马灯就一直跑，然后那个直播点赞这样，不然我就要一直讲，对不对？直播点赞还要我讲吗？现在还没点的，先点一下。现在几个人？17个人，20个人在观看，只有2个点赞，不对哦，还没点赞，现在赶快点。台波或富桥哪个好？哦 ，AMR 询问台波或是富桥哪个好？他们是同业吗？啊，反正刚刚讲了，那个旺宏的那个不行，那个损益表不行啊，亏钱公司。台波看一下，台波也在亏钱啊。营收的话，452、429、425、422、416、42都差不多，营收没什么变，反正固定赚到这个钱啊。但是毛利率哦有点掉了，这一季有点掉了，原本都在99、91左右，掉到89了。那所以营业利也都在亏钱啊，不行啊，这个台波也是不太稳，业外损益还在亏哦，其他利益及损失，所以他做业外也是亏的哦，可能去投资其他公司啊，做什么都是亏钱的，因为 EPS 都是负的，这我不建议去买，可是这样都是等赚钱的公司。哎，你找的公司都是那个ANM 啊，你找的公司都是那个都是涨停板你是先看涨停板再问吗？啊，1802。但我记得台波也很强上次好像也问过啊，好像也是你问的吗？我不确定。1802这台波吗？对，这台波。不对吧？这不是台波。1802不是吗？这个。哦，但是如果你说你想要操作的话，这里也是不建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抵扣价，你看，明天就要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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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这个20A 就要这样转下来，它现价可能就会比这个还低了。所以除非它现价也这样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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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上去，那另当别论。但我不建议啊，亏钱公司再加上现在应该要准备修正了，不建议去买，对，不建议。好，看一下，这个 QWERTASDFZ3S 台盛科，请帮看。OK，你先点个赞，对不对？那个这应该也是新观众，安安呢？看一下台盛科，胜利的胜嘛，台盛科。台盛科的话，这不错，这线型不错。刚从这里有没有空头排列？这边都是空头排列，然后到哪边开始从双交叉，对不对？双交叉，看到了吗？这边均线双交叉，从这里开始正式进入多头排列啊。如果你还要再等的话，就等这些均线纠结，这边均线都还在纠结，对不对？从这里重新跳起来，那我这边讲过了，上一集讲过了，大家有没有在听？这边叫什么？来，观众回答。上一集认真看的这个地方叫什么？来，笔记本拿出来，这边讲过了。这边老师上一集讲过了，
这边叫什么？要交叉没有交叉。来聊天室打一次，要交叉没有交叉，这里要交叉没有交叉会怎么样？行情就会喷出去。你看这20年跟60年是没有交叉的，没有交叉的。要再大一点给你们看吗？要再放大吗？要交叉没有交叉，有没有？要交叉没有交叉，这个白色是没有跟这个黄色交叉。这种行情我说什么？就是会走一波出去，而且它在前面已经先完成双交叉了，对不对？这边已经先完成双交叉。就是20NA 已经上穿60NA，20ENA 也上穿60ENA 了，然后加要交叉没有交叉，就直接会走出去。之前0050那边我也讲过了嘛，要交叉没有交叉，有没有？看一次，要交叉没有交叉，行情走一波出去。所以这个台盛科就是已经走出去了。然后看一下后面，后面的话，这里又下来双交叉，但是只是一次修正。对，那在这里呢又双交叉回去了，所以你这边呢就是第二个点可以再拿了，这边又可以拿了。现在喷出去了，已经确定行情喷出去了。那喷出去后怎么操作？第一个就是创新高，或是现在想买就直接买没关系，因为这已经是均线都已经打开了，对吧？都已经多头排列了，想买直接买没关系。那如果你想要打稳一点呢，就是跟这个均线，按错了。想要打稳一点呢，就是沿着这个均线回撤上去就买回撤上去就买，沿着20日均买，这里也修正一次回去了，上去了，所以底构价未来会这样走上去走下来嘛，所以第一个点就是直接等创新高这个点下去买，两个点就是要买直接买也可以啊，就是第一个就是这样走上去创新高的时候买第二个呢就是下来碰20年的时候买，两个地方都可以买。这跟什么台盛科？那看一下那个财报，3532，台盛科看一下。哎呦，昨天才涨停啊。近世纪看一下。这个营业收入呢，看起来是没什么成长性，都在120左右。前面以前还在137耶，137、131、124、123、121、121，所以营收有点没有成长力了。那真是看它这个毛利率有没有改善？毛利率没有改善，才走得更惨。这27.3、24.3、21、20、19、17，所以这家公司的成本控制不好啊，钱没有赚更多，那个成本又变贵，对不对？然后所以你的毛利越变越少了。那费用呢？来看一下营业费用看营业利益率也是20，以前在20以前100块的东西卖掉可以可以赚20块本业，现在100块的东西卖掉只能赚8.9块，整个被通膨吃掉了，不得了。这个财报不是很好，不是很理想，有点是在走差的。应该 EPS 也是负的，看一下，你看 EPS 以前5.98 3.99、3.35、2.95、1.73、1.81，所以你说这个可以吗？我觉得不行，这个财报走得有点差，赚不了钱，台盛科。但是以均线以交易的话啦，就是如果基本面不好，我都不建议长期持有。但是如果你是想做交易的话呢，还是可以做，但就是你要找停利如果你基本面好，这样你是可以不找停利的，你就可以一直拿着。但是我基本面不好，我就会觉得要找停利。至于停利怎么找呢？停利要怎么找？我应该之前没有跟你们讲过怎么找停利点，我应该之前没有跟你们讲过怎么找，对不对？停利点最简单的一个找法就是找密集成交区。第一种找法是用这个，就是成交量分布去找密集成交区。这里应该是250日，像密集成交区它已经在下面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或是用眼睛看一下那个均线纠结在哪里，均线差不多在这边有一个纠结，所以这边对过来这边到时可能就要停利了，所以真的不好做了。尽量还是找基本面好的，就找均线纠结的地方，价格纠结很多人成交的地方，然后去那个地方设停利点。波先布题材吗？台波？我现在没有在研究那个台股的那些题材。你跳过我了，我问你 NU 为什么涨？我刚不是回答你了吗？就是基本面很强那个什么那个记忆体缺爆对不对 ？NU 要看一下吗？要看一下 MU 有多强吗？给你看一下财报，刚刚都看台股的财报嘛，对不对？NU 为什么强？
既然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，那我就回答你。来看一下这个赚的钱啊，这个单位是 million 美金，million 美金这里，million 的美金，对不对？以前呢，过去这个20245月是21，然后8月变25，再变29，变31，变33，变37，变42。也就是它营收从这2024到现在啊，已经翻了1倍了，翻了1倍了。原本是个十百千万，再加6个零，怎么算？不会算，反正已经翻1倍了。那你再看毛利率以前是什么？19%、20%、19.99%，大概20%左右，对不对？22%、30%、34%、37%、39%、45%，所以它这个成本呢是越来越往下的啊，这样东西越卖越多，那股价是没有道理不涨啊，对不对？你以前卖一个东西只能收回20块，你现在卖这个东西可以收回45块，然后你现在又要卖爆，那个能不涨吗？然后你再扣掉那些什么推广员那些费用呢？你自己看，以前在这里还是亏钱的这几年，2024 2月往前推4个月，近世纪的话是还亏11.75%，亏钱公司，然后变卖100块亏11.75块，然后后面变赚1块、赚5块、赚15块、赚19块、赚22块、赚26块、赚32块，下一次财报是多少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敢估计，太可怕了记忆体。所以为什么股价会涨？我中间跳过很多人，真的假的？那个跳过的，真的台波和富桥哪个好？我刚回答了哪一个？我刚刚讲过台波了，富桥我也讲了吗？等一下，群内我刚讲了，万宏我讲了，台波讲了，富桥哪个好？富桥我刚刚讲了吗？富桥之下无软软啊，是这样念吗？富桥之下忘记了，富桥刚刚我讲过，完了开直播记忆不太好，要做效果，要回答问题。1815有讲了吗？也是涨停的，看一下刚上穿20NA，感觉可以买。这里刚上穿20NA，感觉可以买。然后抵扣没有，但是抵扣价之后往上走，所以还是不建议买，因为均线可能会再震一下。等均线往下来的时候，再上穿的时候再买。富桥1815，太多人问了，我现在只有一只手。1815，看一下赚不赚钱。1815，近世纪，这是公司不错，这公司富桥不错，富桥比较好。你看33.29、36、42、48、52、56，营业收入一直成长，毛利率呢6.97、14.5、21、24.2、26.，这个跟 NU 的比，这个富桥不错今天终于问到一只会涨的股票，那个 ANMR， 富桥可以买，而且比台波好很多。营业利以前是亏钱的，然后你看这 2.12%、9.95、13.4、15.9，那毛利率呢也是慢慢变好，也就是它这个成本有控制，它的费用也有控制，然后营业收入越卖越多，这个富桥这股价可以长期持有，这公司可以长期持有。看一下载板，感觉又发动了，日股载板未知数也发动了。我没有研究这个产业所以产业的话，可能你们要就是我现在研究的是美股的产业比较多，台股的比较少。你中间跳过好多人，有再回答了。记忆体从循环转为成长。简单粗暴，报价每季递增，建议观察 DDR5 每日保单，没错，就是大家前面也讲了嘛，这个原价屋对不对？记忆体现在差几块要变成1万块，以前只要2-3千的3-4千的东西，现在变1万块，合理吗？不合理，要组电脑的赶快组，没有要组电脑的赶快那个记忆体的股票买起来。这是什么图？晚安 TMAC 1027，这个老观众，你推荐的10档美股 CIEN 和 COHR 还没建仓，但礼拜五大涨，其他都投$1000左右。你投比我多我没那么你投比我多吗？我投$700而已。你为什么要跳过这2家这边先回顾一下，就是大家如果有看影片的呢，应该都有赚到钱了。但是我影片比较晚上啦，我没有办法剪那么快。但是在这个几号？2月6号我就有上说，我压这个资金在这10档美股上了。
大家有看这个影片吗？有看的举手，举手。那这档影片我就把那个10档股票讲出来了，然后后面才在分析啊，分析第一支那个5只 AI 股应该已经发了哦，然后不是 AI 的也发了，对不对？这观看率有那么差，还没看的赶快去看，只有388而已。然后呢，重点就是，然后我后面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选的量化4档啊，这个还没发，下礼拜五会发。那你看一下我报的那个 Thinking Alpha， 就是那 Stephen Kress 跳出来怎么样？我是在2月6号买的吗？忘记了，看一下，2月6号吧，还是2月6号是上影片的日子？看一下哦，没有，1月12 2026 1月12啊，建仓这10个全部投70美金，MU 跟这个 B 哦比较看好，各多投了80美金吧，40美金。然后目前的战况是这个总损益是涨了12.47%，然后变7962，原本是7080，进场了7080。那我自己选的呢？这个我自己选的。但是先讲一下，它这个 holdings，它这个 rating 已经有4家已经掉到这个黄色，已经掉到 hold 了，就是我说有5个评级嘛，就是 strong buy 强买，还有买，还有持有，还有卖跟强卖，已经4个已经掉到持有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淘汰，希望不要了。然后一个掉到买了啊，其他5个还是强买，但是目前状况还可以，12.47%。然后我选的呢，我是选的是2月6号，2026 2月6号选的，我的战况是只有这个5.36%哦，有点输他了。然后全部是投500美金哦，这个是纯量化选的，就是没有自己太研究产业什么，我就选了，全部都是一堆那个挖金矿的产业啊。如果大家这下礼拜5就知道怎么选的，好吧？大家这个挑战华尔街，我用量化指标挑出2026最强10档美股，绩效吊打分析师吗？哦，这个大家再看一下。COHR 光通讯没建仓恨呐、哇，你没建到仓吗？还是那个 ANNR 没建到仓？他选的到底哪个走最好啊？看一下，帮大家看一下。哦，这个 COHR 走的是11.38%，这有点狠啊。CIEN 也走47.31%，这他真的有点强这个 Stephen Kress 就真的有料他是几号选的？他那篇文章是几号选的？我帮大家看一下，最近没什么看他文章，因为他文章我都在上班的时候看。他什么时候选的？我来帮大家看一下。2026，这样找好像不好找。这个他是今天选的，1月15号选的，1月15号选的。我是什么时候买？我好像晚了一点，我刚刚说我几号买的？我是1月12号买的，就他比他晚了几天，还行啊，蛮厉害的。他报那10只真的，其实有一些都亏的你自己看，都亏的但是有几只涨就好了嘛，5只涨都涨了，只有4只涨，1、2、3、4，说实话，他其实选的只有4只涨，但都涨了20、40%，亏了差不多亏1%、3%、2%。好吧，我在研究他怎么选的，反正还没看影片的，赶快去看啊！精神狂人你没看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你绩效应该比我好，你可以不用看。ANMR 嗨，我买00988A 就好，00988A 又是什么？00988A 又是什么？00988A 统一全球创新主动式 ETF 啊，我这边一律不推荐主动式 ETF 啊，那个手续费又太贵了。对，你看这个还要给这个经理人选啊，搞不好还选不赢大盘，对不对？主动式 ETF 我都不建议，那个交易成本太高了，所以不建议。我看一下 ANNR 比特斯拉和 NVIDIA 好多了，要上不去。ANNR 我上一集应该有讲，那个特斯拉的收入已经跟不上了啊，就是看一下特斯拉财报，你打开，你其实发现它的那个营业收入已经上不去了。你看，
营业收入你看这边都差不多94000、95000、94000、95000、95000、95000、97000、97000、97000、92000、94000，对不对？然后毛利率呢，21、17、18、17、17、18，那这个营业利益率呢，以前还带双位数啊，13、11、9、7、8、7、8、7、6、4、4，所以特斯拉感觉那个生意已经做到有点顶峰了，要想办法再转型，对不对？那个车子还不能飞，要能飞啊，这怎么到时候还要像现在用电动的，至少要能飞，要长翅膀，对不对？不然这个可能特斯拉有点上不了。我感觉你应该喜欢姐姐型。等一下，你又从哪里看出来？你又从哪里看出来？你这个头贴换这个图，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图是什么意思？是我，是你，你怎么了？对你有跟我说了，我就卖了。啊，你说特斯拉，特斯拉你已经卖了是不是？哦，那等下特斯拉涨了，你不要来打我，看一下特斯拉现行好了。哦，对了，双交叉嘛，上次讲了双交叉，应该有讲。这里双交叉可以走了，差不多要进入空头排列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你看120A 接下来要走上来了嘛？这个均线这里抵扣价要走上来，那这个紫色线呢也会变成这样，然后可能会跟这个200日线在这边交缠纠缠，然后最后往下走。哦，所以特斯拉感觉这个趋势是差不多了。特斯拉只能买信仰，没有要买信仰的，我一律推荐。我自己怎么放一个这个？我一律推荐呢，就是等那个 Space X 上市，对不对？发送那个火星，发送什么？火箭到火星。画面没切到，OK。反正这边特斯拉上次讲了，这边双交叉了嘛，双交叉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双交叉了，所以这个趋势呢，应该是也是走完了啦，走完了。然后120A 抵扣价，紫色这里之后会往上走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紫色线呢也会变成这样，然后可能之后就是跟这个200日线在这里纠缠，然后最后往下啊。剧本我写好了哈，看会不会照走。好，那差不多这样。还有要问股票的吗？要问股票的吗？我想先研究这个字到底要怎么放。这个字比得到吗？这个字我想放一个跑马灯算了，等下播我再研究好了。来，还有人要问股票吗？D997675耀华能追吗？耀华能追吗？致远宁静以致远啊，致远我来回答你，耀华能不能追？黄建志很多人在问，要问的，我先看一下直播有没有点赞，11个赞，现在25个观看，还没有点赞，点赞才能问。耀华是不是？耀华，等一下太多了，我一个慢慢来，我先回答致远的，致远比较快。耀华是这个耀这个华吗？应该不是吧？耀华是有没有代号？有没有代号？耀华，等一下，耀华应该是火部的吧？是火部的吗？这个耀吗？有没有支援一下代码代号？好，耀华找到2367，对不对？耀华火部的，那我们就先看一下，财报，167、176、185、187、178、170，这个收入慢慢递减，不太行。营业利益呢？毛利率递减哦，以前是15.3、17.8、19、20、19、17，有点递减，从这里开始递减。营业利率呢？以前是8、9、8、5，也是递减，EPS 应该也是递减啊。你看以前可以都做到2.36、2.46、1.74、1.27，财报不行，因为在衰退。但是看一个现行好了，就是不建议财报不好的话，我都是能不能买可以买，但是就是以交易的这个状况下去买，你不要以投资的这个角度去买，就是你不要爆仓啊，该停损就要停损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进去蹭它一个短线。耀华23什么2367，耀华来看一下调，耀华很强这个线型怎么那么好？你看越烂越喷，这是所谓的越烂越喷啊。耀华能不能追吗？我建议
这个地方呢，其实也可以买啊，就是两个方式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打到20A 这里买一个啊，第二个呢，就是它没有回来，往上冲破的时候，创新高的这个时候，这两个点买一个都可以考虑加仓。那至于你说它之前都没涨到那么高，要怎么停利，对不对？要怎么停利呢？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就是一档股票史无前例的走到这个高度，我假如是用交易的这个状况下要怎么停利？这个问题我之前想了很久啊，来跟各位讲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停利，我也没招啊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停利。就是第一个呢，就是等到那个均线双交叉下去停利，对，但这个有时候都有点晚，对不对？交叉的时候停利。或第二个呢，就是翻一倍，就是股价翻一倍，比你成本价翻一倍。例如它现在60块好了，59.5就涨到120的时候你就先卖500股，对，买一张的话你就先卖一半，那其他就拿着等双均线交叉再卖掉，不然也没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，就是因为你上面找不到停利点。好，那回答了。安国神盾营收大增会喷吗？安国神盾，这是两档股票的意思吗？安国神盾还是叫神盾？安国，没听过这张股票，没听过这家公司，很小吗？看一下，是不是很小家啊？看这个成交量几张？还真的是蛮少。这成交量有点少你说什么营收大喷吗？会喷吗？看起来喷不太起来，你这边双交叉又变成空头排列，我觉得喷不太起来，会在这边犹豫一下。所以感觉安国喷不太起来，除非你等它重新再双交叉，就是20A 也上穿60A 的时候，等这个上穿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再看看会不会喷。现在看起来还在整理，还不会喷啊，短期。神盾，再看一下神盾，还是我要看一下财报。安国805只，感觉在亏钱公司亏钱公司营业利益是亏的啊，一律不要看，等它赚钱再说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神盾呢？神盾也看一下，神盾是做什么的？是那个开车的时候的那个时速限制那个神盾 app 吗？看一下，是亏钱公司啊，不要看了，这也是亏钱公司，就是不建议持有，做交易的话可以，那看一下6462神盾。神盾不行啊，这个趋势都空头排列，会不会喷？不会喷。ANET 值得开仓吗？价位是多少吗？价位是多少呢？你说美股吗？ANET 看一下，建议开仓吗？营收，这家公司不错，营收有没有？6300、6600、7000、7400、7000、7900、8400、9000，然后看一下毛利率跟净利率都维持在60几，还不错，净利率都维持在40几，还不错。这支公司可以长期持有吗？就是毛利率跟净利率都维持在一个固定的值，然后营收会往上增加的话，它股价就会往上涨，就是代表这家公司还是会赚到更多钱。没有双引擎啊，但至少一个引擎，对不对？有个引擎在加速，这个营业收入这个引擎在加速。那可不可以持有呢？ANET 这个 Danny HS 谢 Danny 谢8583，你点赞了吗？先点赞。ANET 看一下，建议开仓吗？这里其实可以慢慢建哦，可以慢慢建仓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先交叉向下嘛，但这边已经重新交叉回来了，在这个位置呢对下来，这里已经双均线又交叉回去了，20A 上穿60A，这边都已经上穿了。至于现在能不能建仓，我觉得都可以慢慢建，就是有重新上穿20A 你就建一个，这边又下穿了嘛，那它上穿的时候再建一个，对不对？这个我觉得之后会走出一个这个 U 型啊，这个杯状带顶，然后创新高。这个几率蛮高的，但是
如果它什么，你说它要整理多久？其实它现在在等这个120A，120A 后面还要往上走，还要往上走，还要往上走，等它掉下来的这个时候，这边开始往向下的时候呢，这个120A 就会开始向上，就把股价往上带。所以你现在都可以慢慢开始建仓了。这家公司 ANET Restart Network 哦，虽然不知道是做什么，感觉是网络的吗？COIN 好像我影片有留言问我 COIN 呢、Coinbase 吗？是 Coinbase 吗？是不是那个虚拟货币的那个平台啊？是一样吗？一样的东西吗？啊，Coinbase 不太行啊，这不太行哦。这个至少要先等到这个均线这个下来啊，这个上穿的这个时候再问。这个均线的不太行，Coinbase 不太建议持有。Coinbase 应该也没赚什么钱吧？营收看起来3000、4000、5000、6000、6000、6000、7000、6000，慢慢的开始衰退了。毛利率呢都维持在这个80几，还行。营业利率有点掉这个怎么不太稳定哦？32，然后变9.8，再变28，这边30又变21，这个波动有点大，但是趋势不是好的啊。这个 Coinbase 统一超能放空吗？等一下，你不吃65折的吗？统一超当然不能放空啊，把它65折全部点出来。2367，哦，对对，这个我刚刚讲过了。统一超能不能放空？等一下，我那个星辰狂人都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耶，尽量不要放空啊，台股还是建议不要放空。统一超，这个准备要重新双交叉的感觉，它已经做了第一个破线了。拐头做到了吗？哦，之后我会跟大家讲这个趋势是怎么发展的。这家公司其实已经做到2个，主要有1、2、3、4、5啊，但是做完1、2、3你就要进去买了啊。这家公司已经做到第一跟第二，第一个是什么？就是破线，第二就是拐头，就是你看这个柱状哦，从黄色变成白色，这我用程式写的，就从黄色变成白色的时候，代表它完成拐头。拐头就是它这个价格呢，已经比这个抵扣价还高了。那抵扣价之后往下走，那第3个破线拐头，这样就是要交叉。但是所以这3个步骤呢，就是一个趋势转折的开始，所以就是不建议放空，它可能之后会交叉。T Mac 阿伟，我现在打算定期定额投 VOOQQ， 你觉得现在要分几笔多久投完比较好呢？定期定额如果你说问我这种问题呢，我一律建议就是一次投进去，然后你接下来每次领到薪水的时候呢，你再慢慢定期定额就好了。就是基本上投入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就是其实最好的呢，就是单笔投入就是比定期定额，然后又比那个 buy the dip 还好。所以我建议就是不要想，就是一次建仓建完，一次买进去。反正这都是 ETF， 长期都会，只要美国经济不衰退的话，长期都会涨回来的。6215河村能买吗？6215河村，完了，回答那个速度没有这么快，怎么办？它叫河村哦，不是河庄哦。看一下这个线型呢，这里双交叉，刚双交叉，然后这要先等这个120A 这个走下来，它这个120A 往上带的时候，可能就会把这个价格带上去了。然后这边已经双交叉了，所以也可以慢慢建仓，可以慢慢在这边建仓了。但是真的要涨的话，可能要等这个120A 这样慢慢走下来，然后等价格重新超过这120A 的时候，可能这3条线均线都会被带起来。所以盒装可以建仓吗？先看一下做什么。盒装6215，不是看做什么，看一下财报好了。不错11、13、16、18、21、23，这家公司有在成长哦。然后营业利率呢，因为是3.8是7.13、6.96、7.19、7.44、6.62，这一季有点掉有点多，但是差不多都是在这个7附近，还行。EPS 呢？EPS 其实它有点被这个营业利益拖下去了，这一季的 EPS，但我觉得还是可以的，这家公司还算行，就是营业利率跟毛利
毛利率可能有点在走差，因为你看它毛利率有点不好，你看原本30、30、28、27、26、25，所以毛利率开始变差。所以营业收入向上的同时，毛利率如果变差的话，它很容易就是把那个赚到的钱都吸走，就是等于又没赚了。就是你营业收入有成长，但你的毛利率没有维持，然后也没有变得更好的话，其实反而变得更差，其实它都会把你最后赚到的钱变少。你看它原本赚多少？7.13，6.96，7.19、7.44、6.62，你看营收都创新高哦，但它毛利率变差了，所以就是营业利率也变少。但我觉得，能不能买？我觉得可以买啊，就是因为营收成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，它的业务是可以越做越大。那现行我刚刚讲过了嘛，就是已经双曲线交叉了，那慢慢的可以建仓了，等一下，6217中探针怎么变？现在41个人在看，等一下我这样还回答不完呢、就要请那个小帮手也帮我回答，我不会分身啊。先喝个饮料，休息一下，先聊天一下啊，休息一下。先回答好回答的好了。这个，请问主播净资产？主播很穷啊，主播才28岁而已，一台中古二手车啊，100万放在股票市场，又去贷款又去投美股啊，没多少钱。反正应该资产哦，没很少啦，100多200吧，没有到200啦。今天好多人，帅哥帅哥是最支持我的观众了。这个人王3可以买吗？人王3是什么？主播可以帮忙看 AMD 吗？一蹶不振的，主播自己也有持有 AMD，等一下来看一下。一按赞。再问一只美股 VRT 长期持有适合吗？建议多少开仓呢？我直接大胆预测，今年统一超跌破200。哦，认真。主播是怎么学交易的呢 ？OK， 那个大宏泰有机会上20吗？王艾伦，好，你要变巨人了吗？好了，等一下，我先一个一个回答啊。中探针，怎么现在公司的名字都取得怪怪的？什么探针？中探针，真的叫这样吗？等一下，我觉得大家建议要股票的时候，那给我那个代号好了。我看我中文不是很好。那是什么？中探针可以长期持有吗？啊，你说可以长期持有吗？那我就先看那个了，先看财报了。中探针可不可以长期持有呢？不行，营业利率是负的，等它赚钱再说，不能长期持有。好，看一下，这个净资产回答过了。人王3可以买吗？精神狂人，你一天只能问2个问题。你刚刚说我是不是喜欢姐姐型的？姐姐也是不错啦。好了，那个什么人王3是什么啊？没这个东西。等下人王3是什么？我觉得你在乱问哦。人王3是游戏是不是？在讲股票啊？人王3可不可以玩？哦，好评发售中。我没有开那个，我没有开画面啊。好，刚刚那个中探针的那个，我再回答一下。谁？中探针是谁？sorry， 我刚刚忘了开画面了。中探针，我再回答一次。中探针这个 ANMR 那个中探针不能长期持有，因为它营业利益是负的，在它本业还没开始赚钱。慢慢改善啦，原本是负13.6、负9.5、负5.9，慢慢亏的变少，但是等它赚再讲。然后讲到哪里啊？河村也讲过了吧？河村讲过了。人王3可以买吗？不能买，不要玩游戏。主播可以帮忙看 AMD 吗？一蹶不振的 AMD 的财报很强啊，我不知道什么在跌什么意思的。AMD 看 AMD Stephen Crisis 有选到，大家知道吗？给大家看一下 ，Stephen Crisis 有选到 AMD 的，然后现在 AMD 我是亏1.14%，在亏什么意思的？它的 rating 呢？看一下 AMD， 先看 rating 好了 ，rating 很强估值因为价格跌下去了，估值又变好了，就是现在买又比之前买更好，然后那个成长性也变好，获利能力又变更好，从 A 变成 A 加，有没有 ？Momentum 小调从 A 变成 B 加，
，refrigeration 从 C 变成 B 减，也是变好，所以我觉得 AMD 继续拿没问题，财报很强大家看一下，你看24、25、27、29、32、34，这个 revenue 也是一直变高啊。那个 CPU 那个就 Intel 跟 AMD 能选对不对？Intel 没有比 AMD 还强，我觉得现在打游戏都嘛用 AMD，但是好像做什么资料运算都是用 Intel 吧，我不太确定。然后你看那个毛利率，看一下，52、53、53、50、51、52，还行，都是在这个52、51、52、53这里游移。然后 operating income 呢，你看走到10了，10.8，有没有？是这之前最好的，以前还亏呢。1、2、3、5、8、10、8.45、9.51、10.08，有没有？那看一下那个，那之前为什么知道它会跌吗？它有发一个 earning call， 大家知道吗？上一次的那个 earning 呢，明明也是 beat 啊，奇怪了。2月3号它大跌嘛？看一下 AMD 我记得我按进去了。2月3号，在这里，好痛啊，这里很痛啊。那天还开直播，很痛啊，这一根啊。2月3号，我看不懂为什么跌哦，我真的是看不懂。你看这里2月4号跳水跳一根，但是你去看它那个什么，你看它那个当天宣布这个 EPS 呢，是打败他们分析师预测0.21块，然后 Revenue 呢是打败这个599.73 million，都是明明就都是好的，就是宣布下来后都超过那个分析师的预期，它就股价跌了。所以我就说这种东西短线真的不好做，就短线你根本不知道这个要怎么理解，这要怎么解读，对。所以，但是看现行的话呢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怎么说呢？这个均线看起来要双交叉，这里就双交叉了，可能再过几天就要双交叉了。但是我会不会卖？不会卖，除非它被降平。但你真正看到这个地方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跳空啊。然后有一个讲法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？如果大家有在看一些分析师讲的话，他们都会说什么“逢缺必补”，有没有？这里一个大跳空，然后价格这边都是或是一些什么 ICT 那个 Smart Money， 就是那个聪明钱，他们都会讲这个价格这个的这个不连续性，或是没交易得到这个地方，都是会回来补的。但我是觉得这个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理解这个东西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准备双交叉了，就大家撑住。但是我还是很看好它的长期趋势啊。那个财报明明就走那么好，我觉得它市场会还它一个公道的。AMD 我是这样看。主播有玩魂系游戏吗？没有，主播只玩炉石战记。我会笑死。突然变成游戏主播，正达成本50可报吗？今天很多新观众E-Team， 等一下回答你。海边安安，哎呦，你的大头贴很可爱哦。那个正达成本50块能不能报？看一下，正达50块，50块吗？这里50块可能要先做一个修正了，先做一个修正。我的那个怎么不见？看一下，它这个底购价在往上走啊，我觉得现价之后很快就会走比它下面的，所以呢，它接下来要进入一个修正，修正差不多在这边修正一下，能不能报？我觉得可以拿看，拿着。但是如果你不想要在那资金放在这里等的话，你是做比较短线交易的话，我觉得要现在出也可以，要出一出也可以。50块，现在是几块？现在差不多就50块吧。现在收盘49.2，我觉得如果不想等的话，就出一出吧。那看一下，除非，但是我觉得它应该会进修正的，因为这个底扣价准备往上爬了，对不对？那正达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但你是要报长期还是报短期？这个不一样啊。正达就是一家亏钱公司了，你看，营业利益是负的，一律就是先不要看一直在亏钱。可以讲一下智邦的目标，我又不是智邦的内部人员。等一下，智邦的目标看一下，你要问他们公司的董事长啊。智邦的你说目标价吗？这种一路创新高的，你说怎么找目标价？其实我真的不知道，这没有答案。这个我看过很多书，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在瞎掰，他们都在瞎掰。就是我其实往上涨的唯一我觉得比较合理的，就是这个2个均线重新这样
这样走一走哦，然后下穿，就均线这样走下来啊，然后下穿的话，这里比较有机会卖。不然你说那些上涨的股票无缘故去停损它，其实也很笨，对吧？这没有停损的那个，没有一直去无缘故去停利它，我觉得以投资的角度不合逻辑。它这家公司如果很强势，你就应该要继续拿着。所以你说目标价我不知道哦，但是1450呢，已经走很高了。正邦这么强哦，这强什么意思的？人家2345。哦，真的强哎，876、934、1104、1343、1705、2153，等一下做什么的？资邦做什么的？这个海边，你家应该是住海边对不对？那看一下毛利率，毛利率的话，22.3、21.4、20、20、19、18是有点变少，但是它的销货收入其实实在是成长的太快了，所以这个营业毛利变少一点点还可以接受。那营业利益率呢？营业率有拉住你看12.9、12.5、12.3、13.1、13.3、13.1，这家公司可能是我今天看到最强的哦，智邦。有没有观众持有智邦的呢？你说讲目标吗？那个海边，我不建议你去无缘故设一个停利，我觉得它会到5000块啊，乱讲的啦。反正就是我不建议你无缘故把它卖掉啊，没有必要把它卖掉，就一直拿着。如果你现在持仓的话，很恭喜你。而且这边讲过了，要交叉没有交叉，又出现了，这个趋势就是一大段，反正停利的方法我试过很多种啊，我觉得怎么样都是不合理的。就人家说什么横的越久，竖的越高啊，或是人家说什么那个什么东西，这个是什么比例的，我都去用过了，其实都是给小的，所以不要去停利啊。嗨，这个85455602，UMC 还会向下吗？UMC 是什么？这是问这个美股的小伙伴啊，看一下还会向下吗？哎呦，这个看一下还会不会上下？它怎么价格这么不连续呢？这个抵扣价还在往上走，所以我觉得这个20年还是压力，可能还会再往下，可能会走到这个60年这边游移吧。UNC 看线图的话是这样。帅哥，明天 NU 涨5%以上，该怎么追？懒趴呆咧追进去啦，现在还很低啦，真的啦。就跟你现在要组电脑一样啊，对不对？组不起怎么办？想要打人王3，但是我发现我电脑又跑不动，要怎么办？就是原价5打开啊，这个记忆体 RAM 微光32G 啊，16×2 2条11199，怎么办？懒趴呆咧买下去，没有其他招了，之后会变成2万3万，好不好？VRT 可以开仓吗？对，你刚刚问 VRT， 我是跳过你了 ，sorry，那个 Danny 谢 DRT 什么 VRT？ 你是不是有在我的影片问啊 ？VRT 一个大跳空看一下，我们还是先看 VRT 做什么的好了。VRT， 看一下这个 rating，估值有点差，这家公司估值都在 F， 可能太贵了。但是看一下 growth， 成长性很好，获利能力也变更好，momentum 超强 ，revision 也很好，就是公司的这些评级是在这个hold这个评级，但唯一差的只有估值。但是我觉得估值不用太认真去看它，估值是什么？估值是情绪指标，大家要知道，估值我一直认真看的只有这个 PEG non get forward B 加1.23，现在打折34.53%，因为你要成长很强的公司，估值肯定差，所以这个你要看这个把成长进去调整后的这个估值。现在目前看起来是 B 加，还可以打折34.53%。你说财报感觉应该很强。原本你看71、75、80、84、90、96、10，都是一直在成长赚钱的。那看一下这个毛利率，都是在36，很固定，很刚好，很不错。这个营业利率有改善哦，14、15、16、17、17、18、18，所以它公司有算那个双成长嘛？有这个 revenue 有成长，然后这个 operating income 就是营业利益率也在成长，所以它公司绝对
这个前卫有两个引擎，所以涨得很凶啊。所以你看现在创新高了，哎，这个形态这边之前讲过了，这形态叫什么？回答我，来，这个形态叫什么？这形态叫什么？大家再回答一次，这个叫什么？杯柄形态，杯柄形态，杯状带柄啊，这个形态大家记一下。这形态就是要准备创高，在这边就要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点位。那你说现在能不能买啊？我觉得要买也可以，要买也可以。但是如果你用投资的角度的话，我觉得就不要想，就买，就直接买。啊，如果你是用比较投机的角度的话呢，就是等这个20年这边买。啊，如果你不想想的话，你就是先买啊，等之后碰到的话啊再买，对吧？没碰到，你至少有先买一部分进去了。所以说能不能买？现在这个点刚创新高，我觉得可以买。这个 VRT 不错，这个成长很强，双引擎的公司。海边谢谢，王艾伦，同泰有机会20以上吗？哎，你刚刚是问过了，等一下我刚刚是去聊天了啊，sorry，哎，你们没问到的问题可以再问一次，都再回来，都那个我没回答的话就再问一次，OK 吗？因为我很容易太多问题要回答了。同泰，看一下同泰。哎，同泰在这里完成了双交叉，所以变成那个怎么说？这边变成那个向上的趋势了，从这个地方。然后你看，等下它这边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跌那么多？但它这里就完成双交叉了，这个地方就已经变成多头形态了。然后到这边已经全部上穿所有均线了，但在这里呢，又准备要交叉了。但你说准备要交叉会不会很可怕？应该不会，不会很可怕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有交叉的话呢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先不要买，那就等它重新再交叉回去的时候再买，这个地方再买。但我觉得这个交叉可能啊，如果它要交叉没有交叉呢，直接又冲上去了，对不对？这里没有交叉的话，你就直接买了，不要等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均线未来怎么走。那你说会不会20块以上？我觉得会，它现在刚变成多头形态而已，这120年也打开了，120年的底扣价都在这里。所以我觉得20块的话一定会回去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啊，时间长短而已。我觉得刚变成多头，这个趋势才刚开始，对我来说看起来刚开始而已，一定会走到20块的。那个王艾伦应该要回答你的问题，请问一下，川普说加税股票会跌很多吗？哦，这个他今年讲加税已经讲好几次了，我觉得听听就好，他说加税就是你加仓的时间，好不好？智邦跟台积电的毛利谁强？你不能只看毛利啊，他们在同个产业吗？看一下，智邦是什么？智邦是通信网络业，那台积电呢？台积电是半导体啊。我这边跟大家讲个观念，就是产业别只要是不同的话呢，你再去看财报的那个毛利率是没有办法一起比较的啊，大家要了解一下啊。这个毛利率59、58、59啊，你这个就好像在问我说，那个微软一定比 Costco 还好吗？它的商业模式，就它的那个它一定比 Costco 会做生意吗？就是微软，就没有办法去比较，因为他们就是不同的这个生意形态。但如果你去比的是Costco 跟那个 Walmart 这两家公司，他们哪一家比较会做生意，就哪一家毛利率比较好，这个可以去比较。所以不同产业是没有办法去比这个毛利率的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你说台积电的话呢，你只能跟什么联电啊，对，联电去比，对不对？这半导体比半导体，那这样你去比那个他们的毛利啊，比较会有意义。毕竟他们是做同一门生意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像这个联电呢，大概是26.7、27、28，对。那台积电呢？台积电是57、58、59，那就是台积电啊，相较于联电，就是在做同一门生意是做的比较好的。就卖100块的东西呢，那台积电的成本只要41块，但是联电呢，联电的成本就要71块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OK，对，OK，回答完问题了，
第一轮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大家明天都要开工了，感觉还是挺热络的。大家明天觉得会开红盘还是开绿盘？大家觉得开红盘还是开绿盘？这时候就要先来看那个台积电的 ADR 了。台积电 ADR，TSN 在哪？看一下，从哪一天开始封关啊？我记得礼拜三嘛，是吗？礼拜三吗？礼拜三开始封关。看0050好了，这几号？2月11号，2月11号封关的。那我们看一下 TSN， 从2月11号开始比，画一条十字线。2月11号，哎，目前 TSN 还比2月11号还差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明天感觉会是绿盘吗？但是我们要有信心，对不对？一定是红盘的，一定是红盘的。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啦，但是看起来，应该不会离那个零轴太远，可能小涨小跌吧，我再猜。主播反应很快，应该学历不错，没有学历不好。哦，解析很一针见血，哇！那我觉得你应该是那个你的那个什么，目光也是非常非常会看人。哎，刚好忘了切到画面啊，反正就 TSN 是比封关那天在这里，封关那一天在这边，然后现在现价呢，封关的收盘价是374.21吧，然后现在现价是370，所以看起来是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可能开盘小跌吧，我在猜小跌。华许3月31日被提名，完蛋了，谁提名华许？华许是谁？是股票吗？好了好了，先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其实今天也没有要讲什么主题啊，就是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开工了啊，要加油了，要开始上班了。频道最近可能会在有几支影片已经开始处理了哦，这支还有2支影片待定要上了哦，都是每个礼拜五会上，每礼拜五，下个礼拜五会上的是这个我怎么选出我自己那个 Top 10股票啊，我自己用量化分析去选的，就是在这里。可以给你们先看答案，要抄的赶快截图，赶快截图，对不对？然后会跟你们讲，我背后是怎么选的。虽然之前直播上也讲过，但是就再讲详细，再讲一次。然后后面会拍的就是为什么我只投资美股不投资台股啊，这个是刚剪好的，这个礼拜刚剪好的。然后后面会再拍损益表哦，现金流量表，还有资产负债表，还要怎么看，就是一些比较基本的。你说华许你说那个 Wash 啊 Wash。没有，他已经确定5月要就任了，不是吗？但我觉得他也不是一个疯子啊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不是那么会听川普的话的。川普提名他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公正的提名啊，没有说他会那个来乱什么的。明天是 Blue Monday， 哎，U 券好久不见，明天又是 Blue Monday 了，没错。直接跳空吧，明天大家不要乱猜啊，大家不要乱猜。但是我那时候调查，我记得大家都是有留仓的，不用害怕。我觉得，然后我今天看新闻，他好像说10次有7次都是开涨的，就10次那个开工，他们去统计各年的开工，马年好像蛮强的。好啦，还有要问股票的吗？还要问股票吗？不然我要研究怎么把那个字打在上面了。它现在显示都是这个圈圈圈圈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OK 吗？还要问的吗？不然就要聊天时间，聊天时间。2344华邦店，央央安安9187，你点赞了吗？点赞我才会回答哦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点赞的现在28个人看，这22个，还少6个，还没点赞的赶快先去点赞。23，主播想问新手投资会以台股还是美股优先？这等一下回答，等一下回答。我先回答2344，他先问的，华邦店。2344华邦店，华邦店以现行来说呢，刚进入修正，然后抵扣价未来会往上面走哦。
然后看现价是目前是已经跳到20元以下了，所以感觉会在这边先修正一下，直接上去也有可能啊，但是就是会不会创新高，我觉得应该没那么快，还是要先修正一下才会上新高。那看一下财报2344，我帮听说那个外资一直上修它的那个什么评价什么的，我这波过年回去有跟我爸聊股票，每次聊每次都会吵架啊。华邦电看一下营业收入。820、816、814、810、814、894，突然间变高了，营业收入会不会是一个持续的趋势呢？不清楚。毛利率呢？有没有29.7、29.4、28.9、26、30、34？毛利率正在改善，的毛利率不错不错。营业利率呢？原本还亏钱啊，因为根本没赚跟亏钱。现在这一季的营业利率，原本上一季的净值计算7块，这个单位是7亿元。这一季的本业突然间赚到55亿啊！是从哪里发生什么问题？我们来认真找一下。第一个就是这个毛利率往上跳了，从这个30.8变34.9，这其实看起来很少，但是很多啊。这毛利率突然间改善了，可能他们的成本有压低之类的，这个成本压低蛮多的哦。然后看一下这个营业费用率呢？营业费用率也下降，营业费用率也下降，营业利润跳上去，这个华邦电会不会？但你要观察这个是一次性的状态，还是一个趋势呢？虽然 EPS 应该大跳增，原本都是 EPS 是负的，近期 EPS 是负的，突然就变0.88，由负转正。OK， 华邦电能不能持有？我觉得可以哦，然后但是观察一下这个是不是一个持续的现象。那刚刚现行讲了嘛？但是已经反映这么多在股价上了，外资总是比我们早知道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我觉得等它这个抵扣价上去下来之后，这边开始往下，然后现价又重新大于抵扣价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再买会比较有力道。主播，请问新手投资会以台股优先还是美股？我觉得我建议还是美股，建议还是从美股开始。但是美股你要去开 First Trade， 开一个将来银行，然后电汇过去就可以开始投资了，对。那如果你要以投资台股，就走到旁边家里的那个复印证券商，跟他说我要做台股，也可以，也是一个方法。但你说下2集呢，我就会讲为什么我会跳去做美股。这几月几号？3月6号你就会知道我的答案。所以，但是如果像现在我讲的话，我都会建议去做美股了。美股的选择比较多，但你要会研究。U 券明天台股打算不做任何动作，没错，敌不动我不动，敌若动我先跑，对不对？联准会主席，我觉得那个沃许不太应该是比较是稳的啦，他不会说他以太多他自己的想法，而且那个联准会也不是看主席说什么就什么嘛，他们也是要一个会，然后里面好几个人在那边投票，到底要升要降，也是一个共识决，所以不太需要去担心那个主席是谁。至于他会不会被川普操控，我觉得不会啦，他应该还是会是独立那个。主播喝什么饮料？问到重点了。今天喝的是 CT 咖啡，这个是什么？喝喝看它那个咖啡真奶啊，有点太甜了，不太好喝，不好喝。然后那个什么，明天开工有一些特价，今天看新闻看到的。大家开工那个超商有特价，帮大家整理一下。那个 Seven 现在已经有买8送8，全家不到12元，对不对？大家有在喝咖啡吗？这个明天开工，那个超商可以去找一下。反正我记得星巴克买1送1啊，但星巴克喝不起，我们穷人家喝不起的。反正咖啡好像都有特价吧，我看那个新闻，大家自己去查一下。好了，还有什么还要问问题的吗？还要问问题的吗？OK， 现在终于是我的休息时间了吗？有人要问吗？23个赞，只比刚刚多一个。分享一下那个好了，分享一下接下来影片的规划好了。那影片的规划就是后面会去讲一些财报，然后会去讲一些
讲一些那个财务指标，就是还是会先以基本面为主。技术面就是我会重新拍一集，就是我这集有点拍太烂了，什么移动平均线的秘密，还有什么那个技术分析这个，我实战使用这个 K 线观察系统，这个会再重新拍一集，因为我觉得讲的太烂了。然后最近在研究一些那个 AI 生产力的工具，帮助我能不能赶快产影片。1210大成可以放空吗？大成是做什么？那个大成是那个鸡腿肉吗？鸡胸肉、鸡腿肉那个大成吗？为什么都要放空呢？等一下，新政狂人，我今天建议不要乱放空啊。台股那台积电强，基本上很多股票都会变强，那外资都会进来，对不对？买 ETF 什么的，就文物就会强，所以还是台股还不建议放空哦。这个放空吗？这个呢，这里感觉要交叉上去，耶，不建议放空啊，还是不建议放空，而且这打底，这已经打3次了，然后这个地板都没破，对不对？不建议放空，还是不建议放空？放空太危险了，还是不要跟这个经济对赌啊。好了，休息完了，还有人要问吗？还有人要问吗？不是问股票也可以啊，但是不要问一些543啊，不要问一些543。现在开了1个小时24分。哦，博成你好，这个3324双红建议长期持有吗？长期持有的话，我们就是看财报。那博成，你有点直播点赞了吗？3324双红我记得做什么的？双红是做散热的，我记得。看一下近4季财报，营业收入142、150、157、170、180、198，营业收入持续成长。那毛利率呢？毛利率是26、26、25、26、25、26，蛮固定的，维持在一个固定25、26这个毛利率。然后营业利益率呢，就是13、13、12、12、11、12，又快到13，所以营业利益也是差不多维持。那营业收入持续成长，它最大的公司有一个什么？有一颗引擎在加速啊，就这个营业收入这颗引擎在加速。所以能不能长期持有？以财报来说呢，是可以的，是可以长期持有的。双红这一家公司。双红还是看一下线型好，3324吗？散热也很重要，散热也很重要。哎呦，1000块了。杯状带饼哦，这里是杯状带饼哦。这里可能杯状带饼哦，这里可能在创高的时候可以买，这边创高的话可以买，或者均线下来这里碰到的话，这里可以买啊。这个双红可以长期持有，也要准备创新高，这是可以买的股票。星辰狂人，你平常早餐都吃什么？平常我是不吃早餐的，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嘻哈的事情啊。没有啊，我之前都会吃那个3个茶叶蛋，现在在减肥啊，都没，因为我工作是一直坐着的，不能一直吃啊，会变胖啊。通常都吃茶叶蛋，然后就是去买那个好事多那个鸡胸肉，然后我去买了一个那个微波餐盒，大家知道那个什么，下面加一点水，然后就微波，那鸡胸肉可以直接拿去直接变熟。我吃鸡胸肉跟鸡蛋而已。但现在减肥的话，就是直接什么都不吃，就是但我每天早上都会喝一杯拿铁啊，就是自己手冲的，不然就是吃鸡蛋，就吃少一点，喝拿铁或喝豆浆，喝一杯拿铁，喝一杯豆浆啊，然后等下班的时候再开始吃固态食物。U 券过年美股我买 APD LUNR，哎呦，那个 U 券也是有偷偷操作的哦。我们来看一下 U 券的操作 ，APD Air Product 什么东西？Air Product and Chemicals，这什么化学吗？这什么没听过？看一下，可以哦。U 券这里双交叉，趋势由负转正，重新跳到所有均线之上。这家公司准备爆冲，如果以现行来说的话，准备爆冲了。不是爆冲啊，已经进入多头排列，均线多头排列。看一下这个，APD 吗？APD 做什么？看一下
你看有没有赚钱？营业收入有点做不上去，一直维持在1、2多。然后毛利率有没有改善呢？毛利率有没有改善呢？我也是在3.1多、3.2，毛利率也没有，operating income 是负的，本业在亏钱，目前本业正在亏钱中，但它有点在跳，有点在跳，这可能要去研究一下，它这个本业收入是不是都是本业赚到，还是这个 operating 就是从其他地方赚到的哦，这有点危险。但只要是我看到这个没有长期为正的话，我就是不会买。所以这家公司财报来说不能长期持有，但以均线来说呢，是可以短期介入。LUNR 目前就是在这两个均线这边棒，所以我建议等这个均线，重新跳到这个20年线上面的时候再买。那抵扣价目前在哪里？目前在这里，只要往下走了，只要往下走，所以很有机会，这可能会往上穿，送上去比较高，因为均线已经是多头排列打开了。谢谢主播一按赞，OK，主播觉得 MAIN 好吗？MAIN，看一下 Main Street Capital Corporation，OK，先看一下财报，公司有点小家啊，这个赚的钱不多，都赚在这个500多，没有特别厉害的成长。等一下，这什么行业？金融业吗？这感觉是金融业哦。我先看这个是什么行业。然后这个是金融业，为什么？因为金融业的财报是比较不一样的。金融业呢，他们是拿钱在做生意的这个公司，所以分析下来，会比较不一样，至于金融业怎么分析呢？其实我不太会分析金融业，因为我觉得金融业的生意我不是很敢做，因为什么风吹草动，什么利率都会影响太大，我还是习惯拿那种就是真正卖东西，然后那个东西越变越好的，有产品的。MAIN 好吗？你说好不好？还是帮你分析一下。估值的话，目前越变越好，但成长性也太差了，成长性在低呀、但获利能力很强，A 加。Momentum 动能的话也有点差，Efficient 也有点差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估值的话，都比同行贵一点，但如果把这个，对，都比同行贵一点点，看起来啊，对啊，都比同行贵。Forward 的话差不多，那看一下成长性有点太烂。那同行 Revenue Growth 有8%，Forward 也有8%，它只有4%、5%左右而已，所以它成长性都输同行，但获利能力很强。就是你看它的毛利率，它的同行中位数是60，它是100。你看100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怪怪的哦，100是什么意思？这家公司没有成本，就是我把空气卖给你，你就买就对了，没有成本。怎么有这种公司？看不懂。EBIT margin 也都比同行高，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生意的，但是听起来蛮摇钱树吗？怎么摇就有钱吗？资产管理所以金融业我不太会分析啊。但是以这个我就看不懂啊，这个获利能力我看不懂，因为太强了。Momentum 呢都比同行走的差一点。好了，OK。所以你说好不好吗？来看一个现行好了。我觉得可能要具体去了解他是做什么生意的。趋势来说不太行，这里准备要双交叉了，所以不太行。OK，又回答完了。哇，已经开了这个1个小时半了，开始进入这个闲聊时间了吧？很累，一直讲股票也蛮累的。其实大家觉得开工很辛苦，但是跟大家讲个好消息，就只要再做4天就有228了。谢谢，辛苦了。蜘蛛你有持有吗？等你分享那只股票，等你分享。好了，那看一下那个
看一下 Thinking Alpha 好了，跟大家讲一下，汇报一下最近的战况。最近的战况呢，就是这个 Stephen Crisis 选的股票，刚前面也讲过了，目前是涨了12.47%， 1月12号买进的。然后 Rating 呢，原本全部都是 Strong Buy， 目前已经有4家掉到这个 Hold 了，然后1家在这个在 Buy 啊，剩下5家在这个 Strong Buy 了。但是然后赚钱的话呢，有一些赚很多，有一些根本没赚，小亏。但像这个 NU 大赚，ATI 大赚，COHR 大赚，这个 CIEN 也大赚，所以他把整个绩效拉起来了。他选到几只在大赚，4只涨，6只跌。然后再看一下，看我选的呢是在2月6号选的，已经有5家掉到后的了，但是另外5家还在这个 Strong Buy。然后看一下这个 Holdings， 我的就比较平均一点，有没有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 9只赚，1只亏。INCY 就是跟那个重复，跟那个 Stephen Crisis 有选到 INCY， 所以 INCY 其实我是买比较多的，因为这边买一次，这边又买一次。那 NU 我们有一起选到，但是我2月6号才进啊，所以我的绩效跑的可能没有他比他好。然后我涨的比较多是这个 AEM。其他都涨个个位数%而已。你买的美股都是获利成长，感觉跟台股很不一样。你说跟台股很不一样什么意思？你说我选的股票吗？我都是完全用基本面的那个成长性跟获利能力这2个指标在猜的。那至于我怎么选的呢？大家等我之后等下一支影片，下礼拜5就会知道，227的时候就会知道了。那这影片我会讲我怎么选的。2455全新可以买进吗？全新的吗？完全不是旧的哦，是全新的哦。看一下2455全新可以买吗？现行的话呢，刚完成双交叉，感觉可以。这边刚完成双交叉，对不对？完成双交叉，均线要准备打开了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这边已经可以买了。可能打到均线就买一个，创新高也可以买一个，对不对？2个找个地方买一下，这边已经可以开始持有全新了。这全新，你刚刚问的什么？可以买进吗？看你是看一下那个有没有赚钱好了。全新这家公司有没有赚钱？营业收入呢？目前以前的34、32、31、30、31有点没有成长。还走了比较差了一点。毛利率呢？35、38，从41变成35，毛利率在衰退。然后营业利率呢，从24变成18，也在衰退。所以财报来说不是特别的强，不是特别理想。这 EPS 也在变少。所以说短期做短期还可以，长期的话不太建议。要等它成长再买。Older Fish 一直有在默默关注你，有在当冲吗？你的大头贴挺帅的，你是默默的关注我，那假的？有在做当冲吗？以前会做，但是我不做股票当冲，我是做股期的当冲。但是我觉得当冲不好做啦，这台股的光冲其实，就你做一做，你会发现其实无缘无故都被那个手续费吃掉了，还是乖乖放长期去研究产业比较好。除非你是全职的交易者，你真的有那么多时间跟那边打那个单子，打那个 tick。而且做当冲很多交易方法，我之前是做的主要的策略吗？我是做美股经济数据公布，美股那个经济数据公布就是假如我知道等一下8点9点要公布经济数据，对不对？我就会在那个盘中那个股价这边这样慢慢动，对不对？慢慢动，我就会上面挂一个那个买进，挂一个卖出，在这边只要比这个价格厉害呢，就是冲进去买；比这个价格还低呢，就冲进去卖，这样。然后它那个那个经济数据公布之后，如果走的大好的话，就咚咚咚咚咚，然后这边就开始赚钱。如果走不好的话呢，也会咚咚咚咚开始跌，我这样就开始赚钱。之前是做这个经济数据公布，所以我打的是波动性，我不是打那个看好谁，然后买进它，然后卖出它这样。之前做短线是做波动性的。航员可以问一下，现在信贷利率可以谈到3%以下吗？3%以下，其实很多的那个规定不是很多规定，就是很多个指标，就是例如说你的资产有什么啊，或是你现在经济收入稳不稳定啊，你是不是公务员啊，你是不是军公教啊，或者他会看你的那个薪水，
就是你的薪水要是越稳定，然后也蛮多的话，然后他觉得你还得起，其实谈到3%以下可以。我朋友用什么王道还是什么第一还是什么都有谈到蛮低的。我觉得你要问的话，可以先去问问看纯网银，纯网银就是什么 Line Bank 那个将来银行哦，这个可以先问问看，纯网银搞不好比较有机会。3%以下，听说王道不错哎，对啊，信贷大家都哪一家？大家都哪一家？纯网银那个打电话就可以问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如果你去问一些比较大的中国信托什么什么富邦，他可能会一直烦你哦，所以你要小心哦，你一问下去，他就会一直烦你了。将来的行员很拽，真的假的？将来银行的行员很拽，那你要克诉他，对不对？王道可以问问看，王道，中国信托是高利贷，确实，你每一家问问看啊，但是你就可以，新城狂人推荐，信贷推荐 Line Bank， 对 Line Bank 好像也可以贷到蛮低，还有一家叫什么？纯网有3家嘛，江银行、Line Bank，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？忘记了，那个日本乐天吗？是吗？乐天市场、乐天银行吗？你在哪里？我也要客诉你，嘿嘿嘿，不可能告诉你哦，没有。其实你觉得我是行员，我是做那个前线帮人家贷款的，其实我不是，我是做后台的，就是我是不面对客人的，所以你是找不到我的。连线现在都要删了，很死，这么硬哦。主播今天不早点睡吗？明天是不是起不来直接请假？没有这么多假可以请，好不好？各位的特休有几天呢、啊？其实我有转职，然后刚进行而已，所以我特休现在超少，一年只有7天，7天根本不够用。时差有点大哦，你说要调作息吗？那个什么，现在要调一下作息吗？主播，我想问群创讲过啦，自己回去看。群创刚刚讲过了，好，再讲一次啊，再讲一次。刚画的还留着吗？这什么东西？谁画的？群创就是现在进入修正啊，抵扣价这个20A 抵扣价往上走，所以它接下来会走下来，这样会走下来，然后在这边怎么讲整理，等它重新上穿20A 的时候，抵扣价也走下来的时候再买，那时候再买群创。优券，请问主播，银行账户销户之后再开户会不会很困难？应该不会吧？就是他就看你是不是一个有信用、有正常工作的人，要开户应该不是有问题啊。请看 VOD， 没错，那个下播后回去看一下群创在哪里。大家知道我那个直播做完，我直播做完先讲这个、啊，就是我的直播做完啊，就是基本上影片下面我都会放这个时间轴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大家如果要回去找会比较方便，就是我都有帮大家这个建好时间轴了。大家这个影片这个下面点开，这边你点这个，你就可以挑这里，对，你就可以跳到你要看的地方了。然后那个最近我有在把我的影片拿去剪剪精华，奇怪是不是剪的不好？都没人看，77个人看，对不对？阿伟直播精华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直播精华，剪的都观看次数蛮少的，所以后面在想，如果大家不看应该没什么想看精华不剪，我拿来创作的时间比较好，一周看我能不能做到2更啊，尽量努力，已经很努力在剪了。海边主播小轻松一下，可以唱一下卷烟的副歌吗？哈哈 ，OK， 这我擅长的，卷烟的副歌怎么唱？我唱一下，好，麦克风拿起来。卷烟卷走我的爱，是这样唱吗？唱一下海阔天空，不行啊，不会唱粤语，拍谁？这样很方便，赞。可以唱一下七里香吗？七里香怎么唱？窗外的麻雀吗？对，你长得很像主唱，我比较会唱我要你爱啊，我 man 的，是我 man 的。
等一下，这边不是唱歌台，好不好？这边不是唱歌台，这里是讲股票的。我们这个分类呢是开在教育，好吗？我们这个影片的这个分类呢是开在教育 ，OK？ 我们是有这个教育的成分在的直播。哎，大家都有在听团是不是？大家有在听团吗？等一下，我这边后台显示大家年龄应该都不是听团仔吧？哎，锐评一下泽，你说泽是那个泽吗？讲股票那个吗？因为我最近有在看他，我最近在看他，看他怎么做那么好。然后这次回去有跟我爸聊一下股票，看真的是跟一些老人真的是聊不了。美在那个，我先确定一下泽是哪个泽好了，是这个怎么郭泽荣吗？是这个吗？摩尔证券投顾吗？你讲的泽是这个吗？对哦，主持人怎么跳舞跳这么高？等一下他是怎么跳什么舞？什么上车喽？噔，是这样吗？哎，反正就是简单来说，就是我做 YouTube， 我有装一个那个插件嘛，就直接可以看到他赚多少钱。我其实是想学他怎么做 YouTube 的。你看哦，他这个直播对不对？这个直播12万人看呢，啊，他剪成影片，放一个字幕又18万个人看，总共加起来30万个人看呢，真的假的？等一下，他在讲什么？等一下，韩国股市，你看啊，好，看一下。哎，你告诉我，周子瑜介绍 SK 对它文档，叫 Silky 的 cream，这个都是 AI 假的，然后我觉得所以你分不清楚来还蛮 AI 不错的假的，你对，AI 假的或者残影啊，或者边缘的问题呀、AI 假的，这一看就知道了，为什么？它左上角不是写 AI 生成吗？等一下，他的股票他在讲这些东西有的没的吗？啊，要主啦哦，刚刚打起来，有这段吗？完全没这一段，可是他做的等一下，他不是讲股票的吗？奇怪了，主播炉石有传说吗？有，每个月都会传说，每个月常说，走在厕所打炉石的时候，一定打到传说才会出来。你打陈思欣泽跳舞，陈思欣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能播吗？应该没有脱衣服吧？陈思欣泽，哦，你说那个上车舞啊？是这个吗？我们来教你喽！来喽！帅，好帅！哲哥哥超级无敌帅！女助理辣跳中国超洗脑上车舞，旁边的哲老师无奈一脸尴尬，舞沟来啊！辣妹哇，有钱啊，还能聘这个跳舞老师。哎，大家知道他到底赚多少？有没有人加他会员的啊？他会员赚多少钱啊？其实我有装一个那个 YouTube 的插件呢，就是我可以看到大概这个别人 YouTube 赚多少钱。他赚的是真的多哎。他为什么要讲股票？我就等一下那边跳这个什么上车舞就好了。看一下，你看，给大家看一下他这个后台数据，看一下后台数据，看一下他每个月，哎，$8500到3万美，也就是他每个月赚大概24万到90万。然后我就不要到时不读书，对不对？长大来跳那个上车舞比较赚。但是他订阅100多万，对啊，这你怎么做到100多万？靠腰下套，你也可以找一个女主持人，主播有考虑请3个来跳吗？我可以放我那个分身吗？这里放一个，这里放一个，这里上都是我在跳的。哦，对，我爸也跟我讲，他赚到可以捐好几台救护车，真的有捐吗？真的假的？哎，很厉害哎，还是要佩服人家可以做到100万，那做100万级别的不多哎，100万 YouTuber 哎。但我其实没认真看过他的直播哎，他是在讲干的还是他是在讲股票？他刚刚怎么在讲这些奇怪的图？
它是有趣的吗？我记得它不是什么在 PPT 上面只要一跌就会出现它点名哪一只都跌嘛。哎，我下次再研究它怎么做股票。OK， 厉害。好啦，我们那个还是少提及别人的频道，对不对？有点危险。真的有捐，他有拍影片，他好像光0050就1000多万，我靠！好吧，他做直播1个月就90万了，1000多万，你快就赚到。你炉石很强吗？我炉石强不强？大家可以去查一下，你查一下比赛影片，可能会看到我。我知道你还有钱那个梗图，对，那很有名，很有个人特色。哦哟，感觉那个海边是真正的那个 YouTube 分析师哎，他都知道看一看就看得出那个人的特色这样。好了，10点半了，你可以边打炉石边讲股票。哎，这一季我还是有在打炉石哦。现在有人在打吗？怎么查吗？要跟你讲我的 ID 吗？不要吧。好啦，给大家讲一下了。我来看我能不能找到我之前的影片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像是这个哦。找一下我在哪里？有点久了，比赛之前在比的，后面太久了，找不到了，我再找一下。然后研究所那个时候打比较凶啊，每天呢不做研究就在打炉石，看现在找不找得到？不好找。哎，不是，真的要看吗？很宅耶。哦，好像也不是，不好找，改天找到再跟各位讲。反正之前有小打一些比赛，但不是那种很厉害的比赛，直接吃到两边的流量，吊打罗杰，不太敢吸那个罗杰的流量哦，那个都是黑粉哦。主播开播前可以唱一首歌热闹一下。我要唱什么？老祖宗保佑我，这样吗？哎，等一下我唱这样会不会被那个被红标？他会说我那个版权问题。跟我念一次，关注我，获取更多理财建议。主播读名校吧？淡江吗？没有啦，哇，我真的没有读什么很厉害的学校，好不好？但是都是国立的啊，没有，不是私立的，但是也不是说什么顶大，学历一般般，研究投资就只是刚好兴趣而已，对不对？不会，你音不准，就是音不准才会红哦。好啦，我今天可能跟大家在这边拉赛，来，最后开放人家问5个问题就要来休息了，明天要上班的呢。哎，最近3月2、3、4月可能会小忙，会有点忙。下个礼拜要去露营，下礼拜要爬山，下礼拜要出国，然后接下来要搬家。现在很忙啊，但是尽量直播，我尽量不会停啊。礼拜3应该都是没问题，但是周末可能都会出去玩的话，尽量在8点45赶快来直播。8月45赶快来直播。国立联合大学错啊，这个记忆体后续的涨跌预测，记忆体后续就是涨啊，不用预测啊，你看 MU 就知道了。刘德英成本价在这边哦，对不对？买了多少？那是买了多少？跟大家讲，买了3亿多嘛，对不对？太滋润了，红了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是因为太滋润啊？没有，那个都之前就排好了啊。主播问一下，你只有讲万红吗？有啊，讲过了。哎，是你问的吗？讲过了。等一下自己回去看，万红也讲过了。
等一下，我觉得下次我讲一只股票，我就把它写下来。好，万红我讲过，确定，这个我说了嘛，这个要追可以，就是创新高或是回来碰20A 都可以买，对不对？万红也讲过了。好了，还有没有要问股票？有没有问股票的？还要问的吗？哎，有没有跟我同类型的那个在做直播的？我要去观察一下人家做的怎么样。明天进去喝口汤哦 ，OK。哎，这个 T Mac 你还在看？一问股票你就会跳出来，广达跟奇宏，看一下广达。哎，最后五档哦，哎，这个广达第一档了哦。广达在这里横的有点久，这边横的有点久。这里哎双交叉，哎又不交叉，哎这里又交叉回来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多空双八来八去这种时候先不要持有啊，等它真的走出一个趋势之后，那这种趋势要怎么画呢？你可以去画那个趋势线嘛，对不对？等它正式突破的时候，价格正式突破的时候，那时候再做就好了。广达、奇宏、华邦电讲过了，这个海边华邦电讲过了，奇宏。广达还是看一下那个好了，看一下损益表好了。金司机，广达，广达很强12、14、16、18、19，奇怪，股价怎么表现的这么平庸呢？广达我觉得可以认真等哦。看一下毛利率，8.0、7.8、7.7、7.4、7.3，毛利率有点在下降。虽然你说营收上面但毛利率下降，然后营业利率呢，4.55、4.37、4.55、4.35、4.13也慢慢的在下降，所以它其实营收有变多，但你去看它营业利益，其实这几季反而还变少，所以这边要观察一下它这个营业利率能不能这样稳住。当营收在成长的时候，营业利率稳住，对不对？不然它其实赚到的钱竟然是比上一季还少的本业了。EPS 的话也没什么成长，那个毛利率掉了，然后费用率增加了啊，所以营收上去帮助不大。你买的 MU 我想空它 ，OK 啊，我们来空啊，就是你下次要贷款的时候可以找我，对不对？有啊，一起聊股超强，一起聊股看过是个女的吗？一起聊股啊，我看一下。但我在边，自己在我的频道上面去提及别人的频道，好像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不要看好了，太危险了。只是想叫我讲人家不好的，没有，我都说人家做超强。老师也来了，最近大姐红到靠背大推 ，OK， 那我等一下去看一下一起聊股。群联海边，群联也讲过了，要讲几次？对，那个 Frank 也刚问过了。南电刚刚有问吗，兄弟？南电没问。那看一下南电。南电的话，哎呦，这趋势有点强哦，趋势看起来目前均线都是打开的，在这边完成交叉，对不对？均线打开的，好，那看一下，这里一个交叉，这里双交叉，所以它正式双交叉哦。然后可以看能不能碰到20A 去接，或者创新高的时候去接南电。奇宏好像没讲，我刚刚讲一档，奇宏好像没讲。近四季看一下，营收有在成长，但有一点慢。然后营业利益由亏转盈哦，而且慢慢变多，南电可以买哦，慢慢变好，有点变成正的了。然后毛利率跳很多原本是1变成1.1变成3.4变成6.1，然后哎呦南电可以哦，有点起死回生，但股价已经跳上去了，所以 EPS 跳1.43。好，那南电不错，南电可以看它下来的时候能不能碰到20A，然后去加仓。刚刚好像有人问奇宏是不是？奇宏 T Mac 问奇宏好像没讲，刚讲广达而已。奇宏，
这个3017旗红，哦，旗红也是一个这个 VCP， 这个形态就是 VCP， 哎，波浪上去这样，然后目前有创高，然后在这里交叉一个，哎，这是双交叉吗？看一下，哎，它之前只有一个，哎，这边没交叉哦，所以它这边要交叉回来了，这边交叉回来，所以现在也是双交叉多头排列的时候，看有没有下来等20年 A 去减啊，看一下旗红有没有赚钱，3017。嗯，旗红怎么了？478、320、717、797、633、442，有点不稳定呢。这家公司在搞啥？在搞啥？啊？然后毛利率222223、24、2425，毛利率上有变高，然后营业利益率。这个14.6、15、16、17、18，营业利率慢慢变好，还行，但是他赚的钱比上次少了很多少了很多，633到442，但它的毛利率变高，然后营业利益率也变高，所以赚的是比上一次还多的。这家公司怪怪的，看不懂。看一下为什么它营收有点不稳定哦，这家公司要具体观察一下。然后看一下 EPS， 这一季跳上去，营收下降，但是赚那么多钱吗？营业毛利28多，上一次22多。哦，那真的是它真的是靠这个毛利的改善。有吗？没有，营收在这里啊，营收在这边，看错行。这是销货收入，应该看这行才对。642、675、717、797、929、1128，都是有在成长的。然后毛利呢，毛利率都是22、23、24、24、25，有在改善。营业利益率也从14、15、16、17、18也在改善。旗红一直慢慢的变好，然后 EPS 也这边也跳高，对不对？旗红可以，旗红是一只长期稳定上涨的公司，所以股价一样的，讲过了。要交叉没有交叉，这里小交叉又交叉回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未来等20年 A 碰到的时候就可以买了。创新高要不要追？我觉得也能追，目前趋势都很好。1605华兴，刚我们讲几只了？广达、旗宏、华邦电，来华兴，剩2只哦，华兴讲完剩1只哦。华兴看一下哦，华兴有点进入修正了，这个抵扣价往上了，对不对？在上面现价比抵扣价还低，所以目前20年 A 是压力，但60年 A 呢？60年 A 抵扣价在这里，未来是这样走，所以这个还是支撑，所以目前就是会在这边荡来荡去，所以等它重新上穿20年的时候再买，对，上穿20年的时候再买。这个华兴，华兴应该没讲过吧？看一下华兴有没有赚钱。17、17、18、18、17，没什么成长。然后毛利率呢，6.3、6点多，都在6点多，没什么成长。原本还是7，有点变差了。营业利率也太低了吧，是0.4。原本是2.24、1.28、1.21、1.48、0.87、0.4，这不行啊！华兴这个100块的东西，最后今天的进口袋只有0.4块，基本上已经快不赚钱了。EPS 应该蛮惨的，确实，因为权益赚太少了。华兴短期进去做交易就好了，但是长期持有我觉得不建议。智邦应该是今天离讨论最强的那一间吧？对，智邦应该是我今天看到最强的。不会啊，友善交流哦。等一下人家不觉得友善怎么办？旗宏讲过了，对。先空 NU 再空 LIT， 保重，祝你保重啊！好想要一键无脑跟单 ，Frank 想要跟谁？想要跟什么单？旗宏我有1200多买爆。黄爸爸说散热不需要，结果我去买爆。看一下旗宏，刚刚旗宏
奇宏讲的怎么样？忘记了，再看一次。再看一次，我们看一下 Frank 买在哪里？哎，那看起来你应该是赚钱的，因为前面都在盘整，对吧？你应该是赚钱的。加一，我愿意付钱，你要付钱干嘛？付钱一键跟单吗？美股 VERTIV 有反应散热。Vertiv 是什么公司？哦 ，VRT 刚刚讲过了，但我觉得奇宏算慢慢在爬升还行吧。奇宏现行来说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现行来说还可以。刚刚有说那个奇宏的那个嘛财报嘛，是一直都有在成长的啊，奇宏是可以的啊。要看这个营业收入这一栏啊，都是有在成长，对不对？642、675、717、797、929、128，算成长很强哎，算很强哎。营业利益也都在成长，哦，营业利益率跟毛利率都在成长，奇宏可以。1560这个中沙，请问现在是入手时机吗？15528，等一下，因为图片为什么放妹子图？放妹子图不回答，没有了。中沙，它这个大头贴是什么？是韩星吗？韩团吗？1560。哎，111应该也是新观众，哎，你先点赞影片，我喝个饮料。中沙，营业收入都有在成长，只是成长的很少，65.7、67.8、70、71、75、78，毛利率呢一直都维持在31、33、32，营业利率都维持在16，所以成长的有点慢，有点算没什么小成长而已啊。能不能长期持有还是可以啊，有成长都可以。EPS 有啊，有慢慢在变多。EPS 也有慢慢在变多，还可以。中沙是好时机吗？1560。哦，刚上穿20A 哦，是好时机吗？我觉得是是好时机啊。这可以刚上穿是可以买的，只是抵扣价目前在这里，最好还是等它有一个创新高好了，等创新高要好一点，不然你没有办法，就是它这个20A 还是会一直走平，对不对？等它创新高的时候，然后比抵扣价还高的时候，现价比抵扣价还高的时候，抵扣价未来会这样一直走嘛？抵扣价在这里所以等个创新高，对不对？创新高的时候，上穿的时候去买，还不错，中商还可以。主包明天不用上班哦，这么晚了，哎，不行，大头贴是韩国的金彩媛哦，金彩媛是演戏的吗？其实我没有在追什么韩团跟什么演戏的。啊，不行，哎，今天比较晚呢，今天聊得太晚了，明天还是要开工，不行，要我去调作息了。好了，今天差不多了，各位，今天差不多了。下一次直播时间是下礼拜3的晚上8点45分。感谢今天各位的参与啊！哎，还没有点赞的，现在还没有点赞哦，看一个揪出来，32个赞，哎，很多，还行，要睡了，辛苦了，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。下次是下礼拜3 8点45分一样会直播，然后大家那个直播如果前面没有跟到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一样会在这个直播影片呢这边下面，我会放这个都要下降时间轴大家有讲到的股票，没有讲到的话，想要看的，这边都还可以找，对不对？就是这部影片，但是可能要等我1到2天，因为这个 YouTube 它处理影片需要一点时间。对，这个之后下面这边描述栏我会放的。好 ，OK， 那也感谢啊，我现在1000订阅了，都是各位的支持啊。好，下礼拜先预告下礼拜5的影片，就是我自己怎么挑出那10档美股的啊，看我年底绩效能不能打赢那个 Steven Crisis， 他现在是有一点强啊，有一点摇摆啊。好了，那感谢各位，祝各位明天上班都是可以在那个偷蹲在厕所啊，滑那个股票 app 都会笑，这样。好了，晚安，各位，今天就开到这边了，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